2015年 Mercedes E300 BlueTech 柴油。这款车是一款油耗表现跟 Perodua Asia 差不多，但是0到100 7.1秒就可以做到的豪华 E segment 德系房车。这辆车呢，它在当年还有受到马来西亚的政府给的 Hybrid 车税务优惠，因此这辆 Hybrid 的柴油车呢，当时只卖348千，它是当年最便宜的 E-Class。它的配备呢是逼近E400那种配备啊，但是它的当时这个价钱是348千啊，是便宜过当时入门版的 E200，也就是那个 normal 没有 hybrid 的 E200啦。然后这辆车目前它的二手的售价为9万块左右。它的二手价会那么便宜呢，主要有2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其实马来西亚人不是说很喜欢柴油车，这是第一啦。第二就是因为这辆车是 hybrid 车嘛，所以马来西亚人很担心那个 hybrid battery 坏的时候要换要很多钱。关于这个呢，其实在影片的结尾我已经准备好资料了，我已经有帮你问过专门做电池的专家，关于 hybrid 电池的更换费用是多少钱啦，所以记得把这个影片看到最后。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呢，记得订阅一下我的频道，我的频道非常需要你的支持啊。然后我今天非常感谢 Skylink Motors 借我这辆车做 review， 如果你想买二手车的话，你可以联系他们啦。其实这个9万块的二手价呢，对于真正了解它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划算的 deal 来的。在头灯部分呢，这辆车搭载的是智能 LED 头灯，在你过弯的时候，这个灯可以根据你方向盘的角度而变换方向，还有自动高灯控制，在晚间的时候，在暗的时候会自己开高灯。如果对向有车来的话，它会自己关成 low beam， 所以是不会影响到对向来车。安全方面呢，这辆车有8颗安全气囊，还具备自动刹车以及驾驶员疲劳警示。然后这个 logo 下面这里就有前面的 parking camera， 所以这辆车是有360 camera 的。而且这辆车也有搭载 Active Parking Assist， 也就是自动泊车的功能啦。这辆车的 brake 系统呢，你可以看到啊，它是有打孔的。这个不是车主去改的哦，是原本 Mercedes 原装给就这样子哦。因为这款车像我刚才说过嘛，它的配备是直逼 E400 的，所以入门款的那些 E200 的 brake 是没有这种打孔的 brake disc 啊。看这个是有打孔的 brake disc， 所以这种打孔的 brake disc 呢，可以给到你更好的刹车表现。来到车尾部分呢，可以发现到这辆车有双出排气管 ，body kit 方面呢也换成了 AMG 的 body kit。讲到这个排气管呢，就不得不说，其实 Mercedes-Benz 是很贴心的。当时在2015年的时候呢，马来西亚的柴油有分为 Euro 5跟 Euro 2啦。Euro 2是比较肮脏 ，Euro 5是比较干净的。但是那个时候 Euro 5那个干净的不是很普遍，因此呢，这台车 E300 BlueTech 在外国是 Euro 5的排放标准，然后来到马来西亚呢 ，Mercedes-Benz 马来西亚就做出了一些调整，在排放系统那边呢拆掉 DBF， 它没有装 DBF 咯，让这个引擎啊可以用 Euro 2那种马来西亚那种比较肮脏的高硫磺柴油啦，所以这点是很贴心哦。然后从2021年4月过后，就是今年4月过后呢，你再也打不到 Euro 2那种肮脏的柴油啊，因为政府已经全面实施 Euro 5，也就是在所有的油站呢，你打到的柴油都是 Euro 5的，只是黑白那个比较便宜的是 B10， 有18% 生化柴油，那个比较贵的 Euro 5是 B7， 也就是7% 的生化柴油，所以都是 Euro 5了咯。肮脏柴油这件事已经是过去式了，马来西亚只有干净柴油，没有肮脏柴油了。然后这辆车的尾箱呢是有 kick sensor 的，一脚踢下去它就会开，但是有可能是因为这辆车的spring 已经没有力了啦，所以变成我踢的时候它只是会开，它不会直接上来。踢一下，看。然后这辆 hybrid 车呢，它跟其他同级的那种豪华德系 hybrid 车最大的差别就是，那个年代啊，像 BMW 5 Series 的 hybrid 跟 Audi A6 的 hybrid 呢，它们的尾箱空间都被 hybrid 电池占据了，变成尾箱空间很小。但是这辆 E300 BlueTech 呢，它尾箱空间有505 liter， 它是比普通没有 hybrid 的 E200 少一点点罢了，来到505 liter 了。这505 liter 跟那些 Audi A6 hybrid 啊
BM5 Series Hybrid 相比起来是蛮大的，因为这辆车的 Hybrid 电池不是在尾箱，是在前面 Engine Bay 那里。等一下我会指给你看啊。然后这辆车的尾箱底下一样是没有备胎的，它有给你补胎剂，还有那个泵打压封的。然后在比较里面的部分呢，就是它的12V Starter Battery。对哦，这辆车有 Hybrid Battery， 也是有 Normal 的 Starter Battery 啊。这辆车的尾箱这里有一个很贴心的设计，就是有一个篮子这样的，你拉出来之后呢，可以把东西放在里面，它可以放重达10公斤的东西放在里面呢，它就不会滚来滚去咯。你在行车的时候，看到没有？来到后座啊，你看，后座乘客有电视看。哦，腿部空间又那么多，头部空间也那么多，头部空间 OK 了，4根手指这样子，有冷气吹咯。后面这边 BB 的也是有冷气吹，还有这个窗帘，哇，非常不错。令我在想啊，它这种待遇是好过廉价航空诶，所以你从JB啊去 KL 啊，如果你坐飞机的话哦，又浪费时间哦。要 check in 又要 check out 又要这个那个，然后上到飞机那边你又不可以打电话。如果你是一个生意人的话哦，你要打电话怎么办？所以你不如叫你的工人载你，然后你坐后面，然后你想到要打给谁就打给谁，又可以讲电话，又不用 check in 又不用 check out， 然后又是 private 的私人的空间，对不对？然后这辆车那么省油哦，根本从时间啊还有用车成本方面啊，我觉得好像是好过坐飞机这样子的。因为如果你坐飞机呢，可能一通电话你没有接就损失掉一笔钱啊， so 很爽啊这辆车。所以我都讲了咯，这辆车的配备是高过1-200很多了。我是不大明白啊，当初买1-200没有买这辆车人是在想什么？可能太过保守。好的，一来到前座这里呢，就可以发现到它的仪表盘这里中间是数码的，其他地方都是普通 analog 的。2015的车是这样子的咯。然后它的排挡杆呢没有在中间咯，排挡杆在右手边 ，steering 的右手边后面这边 PRND。OK， 这边有换挡拨片。然后方向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东西，就是方向盘是 flat bottom 的，这边平底的啦。然后调节方向盘方面呢，它这边有一个电子的 switch 你可以调哦。然后它的中控台这里呢是一个7寸的 infotainment system， 你可以用旋钮来控制，它是无法 touchscreen 的。然后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东西，就是它的时钟啊，它时钟是用指针式的时钟，就很 classy 的感觉啦，不像那些用数码时钟了。我是这么觉得啦，用这种指针式的时钟就非常有 class， 非常高贵的感觉。有一个我不大喜欢的东西，就是这辆车它的 parking brake 呢，不是电子手刹，也不是 handbrake， 它是用脚踩的。这用脚踩的是以前是很 make sense 啊，以前是 Mercedes 很早期就开始做这个，但是现在感觉就有一点过时了。我觉得电子手刹会比较好。然后这辆车的内装，我就感觉以2015豪华车的标准来看是 OK， 以今天豪华车标准来看呢，可能就有一点点的跟不上，但是这个问题不大，你看起来是简洁咯。这边是储物空间，也不会说很大它的储物空间啊。然后这边这个呢，我觉得很好啊，这边这个啊，你的手掌可以放在这边控制旋钮之余呢，你要打开这个东西也是这样向上拨一下，它就会开。然后里面就有2个耳机哦，什么耳机呢？给后座乘客戴的，因为后座乘客要看这个电视嘛，就戴这个耳机看哦。然后这样才是可以放 DVD 的，所以后座乘客就可以准备自己喜欢的 DVD 啊，看一下电影之类的。不过不要看日本电影啊，因为看不懂嘛，日本电影我可以讲日文。然后这辆车有天窗，这个也是1-200没有的，如果没有记错，1-200是没有这个天窗这样子的。
关于这辆车的引擎部分呢，这辆车搭载的是2.1公升涡轮增压的柴油引擎。这辆车是有 hybrid 系统的，像我刚才跟你说过，我要跟你讲它的 hybrid 电池在哪里嘛，就在 passenger seat 的前面这边。这个东西就是它的 hybrid battery 的容身之处，你可以看到有橙色的 cable 呢，这些都是高压电线来的。然后在这样子的动力配置之下呢，它的最大马力为204匹，最大扭力为500Nm，而且500Nm呢，在1600转就爆发出来了，所以可以说是你一踩油那个力就来了啦。变速箱方面呢，这辆车搭载变速箱是 Mercedes 自家开发的7速自排变速箱，也就是7G-tronic 啦。这个变速箱跟引擎还有 Hybrid Motor 的搭配之下呢，0到100加速7.1秒就可以做到。然后根据本地车评在2015年把这辆车从 KL 驾去曼谷的测试记录之下呢，可以得到的油耗数字是 4.5L 100公里。这样子的油耗数据呢，1公里啊差不多1毛钱而已哦，所以呢是非常的节能，非常的省油。然后这辆车的 Hybrid 系统呢，它有一个电动马达，也就是 eDrive Motor。这辆车 eDrive Motor 呢，它的这个设计跟 Audi A6 Hybrid 有一点点类似啊，也就是这个 eDrive Motor 呢，它的藏身之处就在引擎跟压箱之间，所以这样子的设定也可以方便电动马达 eDrive Motor 随时介入，随时脱离，是很聪明的。所以我们现在去试驾一下 ，Let's go。Mercedes 的车就是有一种很斯文的感觉啊，你开起来就从容不迫咯，你不会想很急着要去哪里啊，应该是说一种风度吧。我现在的驾驶模式应该是在 Eco Mode， 仪表盘那边写一个E啊，所以它逮到机会就会进入滑行模式咯。这滑行模式就是在你的动力需求没有那么多的时候，车子会在你放油啊、你踩 brake 的时候啊，它关死火，你发现到那个 RPM 变成0，然后就用纯电模式来行驶哦。这个时候如果你的油门踏板踩深点，它就会激活那个引擎啊。OK， 无声无息，纯电模式。OK， 它的反应蛮快的，就是它纯电模式跟它引擎有在走的时候啊，普通模式跟纯电模式啊，它的切换的速度蛮快。非常成熟啊，不愧是 Mercedes-Benz。我感觉它这一套 Hybrid 系统是先进过 Audi A6 很多。OK， 我收购了那个 Eco Mode 了，那我转去 Sport Mode。OK， 转来 Sport Mode 了。OK， 转来 Sport Mode 之后呢，我踩 brake 啊、放油啊，它就不会进入那个滑行模式哦。它不会进纯电模式啊，然后在你踩油的时候，这个 Hybrid Motor 就会辅助你加速。我开了这个 Sport Mode 之后，这辆车直接换掉另外一个性格。哇，踩 brake 的时候它会自动帮你退压，讲到技术研究呢，因为我本人是很喜欢 Mercedes-Benz 的这个品牌啊。讲到技术研究，他们是蛮厉害的。以前的年代的时候啊，像我喜欢它的老车，这个 W124、W126、W140 这些车都是当时地球上最先进的车，不管是在工程学还是在配备方面啊。以前那个时候啊，70、80年代的时候，第一个 ABS 系统啊，第一个把 airbag 搭载在车上的人啊，第一个 ESP 电子防滑系统啊，这些东西都是 Mercedes 先做的。
快耶，这辆车。刚才我并没有踩完油，你懂吗？刚才我差不多是踩一半多一点罢了。哇，500mm 的扭力真的不是开玩笑了。你可以想象到吗 ？Hybrid 车，一辆以节能为主的车，有这样子的加速表现，而且又很稳哦。刚才我跑有一点点快了，因为跑步快我不知道嘛，它的那个高速稳定性。这辆车前后都是 Multi-Link 悬挂系统，因此你会感觉整辆车很贴地，很有安全感。起步的时候啊，慢速的时候你踩油会听到一点哒哒哒的声音，就是踩油车的声音啦。但是呢，是可以接受，是不会烦人那种啊，不像那些 pickup truck 或者是罗里 bus 这样子的，跟他们相比起来，这个是比较平易近人的一部柴油引擎啊。如果我想要买一辆100千以内，又豪华，跑得又快，又省油的E-segment 豪华房车的话想都不用想，就是这辆。我发现到这辆车有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应该 Mercedes 是这样子啊。我发觉它的方向盘很多 freeway， 就是你跑快的时候，你感觉它方向盘的反馈没有那么的实在，你会感觉很多虚位。像我开过的 BMW 啊、奥迪啊都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就是你 corner 的时候，你会很确定这个是它的过弯角度，你找到了，然后这个就会有一点需要花多点时间去感觉那个路面的反馈，因为它方向盘给你的反馈比较少。像如果我加 BMW， 上次我加那 520D， 我一 corner， 我知道了，就是这个角度啊，这样就要花比较多时间去找。你看我的手啊，这边转来转去它会有一个 freeway 在那边有一个虚位在那边，它方向盘也是比较轻。过弯还不错，可以感觉到它的Multi-Link悬挂系统在做工，很容易应付那种转向不足的感觉。它过弯的极限也是蛮高一下嘞。刚才我 corner 到这样啊，我还觉得很从容，还觉得没有什么拉丝这样。哇，好车，我有2个字来概括。回转半径我感觉蛮小的。OK， 激情过后，来 Eco Mode 啦，来享受一下滑行的感觉。OK，Eco Mode。我放油，你看滑行了。那有时候你想省一省油，或者是你想慢慢开啊，就可以用这个 Eco Mode 咯。看，纯电模式行驶哦。
没有用到油，像一辆电动车这样子，又安静。哦，想象一下哦，这辆车哦，驾去泰国应该是蛮爽的。就像2015年的时候，马来西亚的车评呢有做实验啊，有驾这辆E300 BlueTech 从 KL 去到曼谷，一缸油没有打到油啊，去到曼谷走了1500公里左右，然后续航里程那里还有显示一个400多，所以技术上来说呢，理论上来说，这辆车80里的它是可以走1900公里的。而且不是在外国哦，在外国他们有 test 过了，从北非驾到伦敦是可以走1900公里，然后里面还有剩100多公里的续航里程啊。但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是2015年在马来西亚的 testing 呢，是符合我们马来西亚的现实情况，我们平时驾驶的模式啊，这样子啊，所以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你想一下，80里的1900公里。欢乐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到了这个时候又是我总结的时候。我总结来说，这辆车没有明显的缺点，如果有的话，就是我觉得它悬挂系统有一点偏软，但是问题不大，因为有些人喜欢软，有些人喜欢硬嘛，这个就不一定咯。然后本身是很喜欢柴油车的，我自己的车是 CS5 2.2 Diesel 柴油的。好的，根据我多年来看车的东西啦。我觉得德系车里面 Mercedes 的车算是比较可靠的，保修费算比较低的。如果跟 BM 跟奥迪相比起来了，而我问过修车朋友呢，这辆车的 Hybrid 电池系统其实很少坏，它最常坏的是好像 Aircon Compressor 啊，像这个 DC Inverter 啊 ，DC Inverter 就是那个你的 engine 没有运作的时候，你的冷气需要电力来发动嘛。所以这个 hybrid motor 驱动 inverter 来为你的这个车内的电子系统供电的那个 inverter， 这 inverter 呢，费用差不多是一个4到5千块左右。好了，现在重头戏来了。关于这辆车的 hybrid 系统，我已经帮你问过了。我问的是在 KL 专门做 hybrid 电池的专家，Dan Auto Electrical， 他们给出我的价钱是呢，这个 hybrid 系统如果坏的话，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遇到有坏的啦。如果 hybrid 系统那个电池坏的话呢，新的是要60千，包括工钱啦。是一笔蛮大的费用。如果是 recon 的呢，也就是他拿旧的电池，然后检查过一切没有问题，然后复兴到没有问题了之后，那个 recon unit 呢要25千左右。如果你是我观众朋友呢，你又用 hybrid 车，或者你想买 hybrid 车又不敢买了，你想问电池的价钱，你都可以问 Dan Auto Electrical。如果你正好是用 hybrid 车，然后你的电池坏掉呢，你去Dan Auto Electrical这边换电池啊，这些东西的话，你如果用我 promo code 会获得18%的优惠。所以今天影片大致上是这样子。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一下我的频道，支持我一下。你的鼓励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下次见。